红毯上赢了倪妮的女明星，正在凭演技走红。上次写《追风者》里的兰西亚是美丽女主角的劲敌，从哪儿冒出个牛春苗？美丽女主角的劲敌。后台有留言反驳：杨幂能演的，她演不了；她能演的，别人也能演。言外之意，美丽是天生的稀缺装备，演技通过努力人均可的。但现在内娱的情况正好相反，随便打开一部剧，不会缺少美丽的人形台词机，可能让你定睛看上10分钟还不吐槽的演员，却越来越少。最近办公室小伙伴都在杨幂主演的《哈尔滨1944》里挣扎，我去看了没有漂亮女主角的春色季情人。这是一部小众题材、镜头唯美、节奏舒缓的偶像剧，讲的是小镇上桀骜不驯的遗体整容师和身残志坚、立志扎根上海的医疗女销售之间的爱情故事。凭以往经验，这种涉及特殊职业的偶像剧通常会很悬浮，但是周雨彤主演，踩雷的几率低了很多。周雨彤是谁？她被网友奉为古希腊掌管打工的神，内娱最有班味的演员，男友白客，女友周雨彤。周雨彤演过的打工人角色加起来够开一个公司了。果然春色季情人里的庄洁一出场，能让人秒懂为什么这女人年纪轻轻居然在上海大公司里做到底薪2万的医疗销官。她靠的既非颜值，也不是背景，而是一股浑然天成的社交悍匪气。被推进手术室这一路，还在四处打招呼联系业务，好像她马上不是要做手术，而是争取到了和科室主任面谈的大好机会。手术后回老家养伤，庄洁在火车上遇到李现饰演的男主角陈麦冬，仅凭头上一道伤疤，他就上赶着攀谈，确认是昔日老同学后，对方冷脸说对他印象不深，可他一点都不觉得难堪，临走还热情肆意的求搭车，又被陈麦冬拒绝，庄洁呸了一声，依旧乐呵呵的。见惯别人冷脸的销售，怎么可能这就受打击？哪怕微微皱眉，都对不上他年年销官的名头。这2个桥段演完，庄洁的职场人设已经立住了。周雨彤凭一身班味儿在一众95花中脱颖而出，找到了自己的赛道。我在他乡挺好的中，市场部的乔西晨，爱情而已中的总裁特助梁友安，都是他的代表作。但周雨彤并不是真的经历过职场，她的成长经历和大多数同龄女星差不多。2012年考入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演系，次年出演儿童魔幻电影《巴啦啦小魔仙》大电影出道。此后8、9年，她都在各类古偶、现偶中打转。和侯明昊主演的网剧《寒武纪》，饰演勇敢女孩唐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在古装剧《大宋少年志》中饰演第7斋御姐赵简，与张新成的新赵不宣 CP， 是许多粉丝的意难平。《大宋少年志》在豆瓣评分 7.8， 已经是古装剧中的超高分了。但拍完这部剧，25岁的周雨彤意识到需要转型了，不能一再重复演天真可爱的角色，必须继续成长和进步。1994年出生的周雨彤，有超出一般90后的成熟与通达。综艺节目里，何炅问几位90后小花，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有个姑娘说，我想在草原骑马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大张伟笑他，哪有面朝大海的草原啊？问到周雨彤时，她说，我问过有钱的朋友，其实那样的生活非常空虚。我想开一间澡堂，家人们一起泡泡澡更有乐趣。大宋少年志后不到3年，周雨彤就实现了个人转型。她在我在他乡挺好的中饰演的职场社畜乔西晨，是完全不同于偶像剧的表演方式。故事展现了异乡青年在大都市的写实生活，让很多在异乡工作的年轻人感觉现实到不忍心看。周雨彤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她精致感下的疲惫恰到好处，班味儿十足。
剧中有一个情节，乔西晨喝醉了，在天台哭着跟简亦凡、白羽帆誓说：“这瓶酒800块，买完自己卡里就剩200块了。”那场戏原本设定的是乔西晨喝了很多啤酒，因为他没钱了。周雨彤演之前看到监视器旁边有瓶威士忌，就跟导演借用了。他想让乔西晨用仅有不多的钱买一瓶他之前一直想喝的酒。台词也是周雨彤自己加进去的，他为此把认识的北漂朋友采访了个遍，挨个问人家最窘迫时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，发现中位数差不多就是1000块左右，这跟他自己最窘迫时的账户余额也对得上。乔西晨的很多生活经历和周雨彤刚来北京时差不多，局促的、漂泊的、不安的。虽然周雨彤没有朝9晚5打卡上过班，但他认为把自己曾经那种焦虑的、想赢的状态演出来，应该和北漂职场女性是相通的。到《爱情而已》里的梁友安，周雨彤的职场感似乎已经不用演了，一看就像你身边一同事。梁友安是总裁特助，表面充分享受跟在老板身后狐假虎威的特权，实际24小时待命，生活永远被工作填满。入职6年，同期同事都有明确的上升通道，梁友安却一直被老板画大饼，心里罗列了10几条理由提出转岗申请，老板随便扯几句话就给驳回了。爱情而已开机前，周雨彤去大厂坐班了1个月，学会工作电话该怎么打，和不同人交流用什么语气，对客户、同事、上司分别用什么态度。最关键的是，他抓住了职场精英的特点，不搞红唇高跟鞋气场拉满那一套，不拍桌子瞪眼眼厉害。真正的职场精英，无论面对多严重的危机，都能情绪平稳、条理清晰地说每一句话。心里有成算的人，永远不必先发火。在繁花渐欲迷人眼的娱乐圈，周雨彤不算美女，顶多是五官比例协调，面部留白较多，显得气质不错，笑起来很亲切，有感染力。但她给时尚圈贡献了10年难遇的名场面，在红毯上和倪妮撞衫，次日知名时尚博主下场盖章，倪妮输了。按理说，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。去年年底腾讯视频星光大赏的红毯上，倪妮和周雨彤穿着几乎一模一样的裙子，发型、妆容、配饰也几乎一模一样，撞得让双方团队都眼前发黑，吃瓜群众瞬间沸腾了。女明星在红毯上撞衫的几率真不高，品牌借衣服的时候都知道他们要出席什么活动。不同等级的明星待遇也不同，更何况明星上红毯之前还会拍出发照，像倪妮这样级别的女明星，肯定有备选预案。这次撞衫也不可能是商量好的。倪妮和周雨彤穿了同一品牌的裙子不假，但仔细看，2条裙子的颜色和款式都有区别。周雨彤穿的是墨绿色裙子，胸部有透视感的，2肩有可爱的飞袖。只是他把飞袖改掉了，乍一看就和倪妮上身款很像了。周雨彤先上红毯，倪妮压轴。从出场顺序分析，大概率是倪妮轻敌了。倪妮在红毯上没输过，即便她有假想敌，也绝不会是周雨彤。但这次，当倪妮挺着她完美的天鹅颈，笑意盈盈地走上红毯时，却被周雨彤那漫不经心的松弛感衬托得像一个紧箍的黑筒，美得乏味。周雨彤赢在时尚感，时尚不是比美，时尚是通过服装展现自我个性的艺术。周雨彤的松弛感和裙子的配饰度100%。或许她在红毯上没倪妮那么自信，但显然穿的比倪妮自在。内娱美女很多，像周雨彤这么松弛的却没几个。春色季情人李庄洁在小镇生活时的穿搭也很有看头，慵懒又随意，被时尚博主扒出品牌，一身行头加起来，便宜的总价不过1000元，贵的也就10000元出头，都是工薪阶层能效仿的。这次周雨彤的演技亦有突破，
梁友安和乔西晨这类社畜都是外怂内刚，但庄杰正好相反，他用表面的强悍进取掩饰内心缺失的安全感。庄杰的内心比周雨彤以往的所有角色都更复杂，身体缺陷但勇敢进取的医疗销售，爱上身心孤独的遗体整容师，妨碍俩人恋爱的外因并不多，一切源于他们内心自设的结界。因为对成年人来说，生活中比爱情更重要的事情有很多。现在剧情过半，虽然题材小众，可春色季情人品相不错，适合假期悠哉慢慢看。它不仅是一部谈情说爱的偶像剧，也在讲一个关于生命、尊严和勇气的故事。